年的花开得比往年都好。每年呀，就属你们侯府菊花开的艳。哪有？你们淮阳王府那才叫开的一个美。你看那边，其实还有一些新的品种，到那边看看吧。这是什么品种？此花名叫春日见山。绵堂来迟了。县主，恭贺太夫人芳尘，绵堂今日来迟了，还望夫人莫要怪罪。生分了，县主今日能来，我真是太高兴了。绵堂见过太妃，见过莲夫人、莲娘子。哟，这县主头上的珠钗似玉非玉的，也不是什么翡翠，莫非是夜明珠？夜明珠就有金丹那么大。苏文崔府有一只传世的夜明珠钗，便是这个宝物了。早已不是什么时兴的款式，也算不得宝物。在家里放久了，怕蒙灰，绵堂戴着又好看，就随便让它簪一簪。恐怕要等天色暗下来，才能入得了各位的眼。哎呀，这离天暗还有一段时辰呢，我真是等不及看一看这夜明珠的光彩了。是啊，太夫人，开席前先让我们一睹为快。是啊。既然如此，诸位夫人，趁着其他女眷还没有到齐，就请随我到茶室吧。怎么会？这钗上的夜明珠怎么不亮呢？怎么会如此呢？这可不太像夜明珠啊，倒像是块普通的石头。姐姐啊，你是不是不想给啊？什么破天的混话！我堂堂王府太妃，若是不想给一个人，便是三清在世，也休想从我手中沾走一片灰。即使想给，我又何必拿个赝品糊弄人呢？姨母切莫生气，我们都是信您的。只是这枚珠钗确实并非那颗夜明珠，其中必有什么蹊跷。我来问你，那日我给你的是真珠钗，你认是不认？我认。好，既是认，那你来解释解释，为何这只珠钗成了假的？可是你调换了。是。为何？这是怎么回事？绵堂之所以换掉珠钗，都是为了太妃着想。这是何意啊？太妃常年奉甘露于祠堂，对祖宗最是敬重。这根珠钗按照祖制，是行过6礼之后才能给心腹。而太妃太过慈悲，又真心回护我，怕我出身新廷，引人构碎，这才将这根钗子提前赐予我，让我穿戴于人前。绵堂想全了这份心意，更不忍太妃为了我破了王府的规戒。一朝忤逆，绵堂不孝婆母；一朝顺从，则太妃不孝宗族。绵堂实在左右为艰，这才想到了一个笨办法，在行6礼之前，先戴普通珠钗，以求两全。不想今日在诸位夫人面前闹了笑话，绵堂实在有罪，还请太妃责罚。照你这么说，那枚珍珠钗没有丢？自然没丢。县主起来吧，全权之心应该夸奖，哪能罚呀？
多谢太夫人、太妃宽仁。那既然珍珠钗没丢，不如把宝物请出来。一则为县主误会缠身，最是需要证明清白的；二则，我们这些人胃口都被吊了一日了，是真想亲眼一睹这夜明珠的芳泽呀。是啊。这，秉兰，这就是你不懂规矩了。这珠钗怎么请得出来呢？要看也得去王府才行啊。哎，大家说是不是啊？是啊。太妃，县主意下如何呀？欢迎之至。每年这个时候啊，都是最好看的时候。这些花都是稀有的品种，我看呀，还是连大人遇到一种劫案，事关王府。怎么了？啊，姐姐，寒山他遇到一桩劫案，事关王府的，把人带上来。参见太妃，小的姓顾，是永利当铺的东家，在真州从当已经10年了。把你刚才说的再一五一十说一遍。哎，昨日小店来了一位客人，是一位女使，说要典当一枚珠钗。小的一看这珠钗就知道不是凡物，细问之下，他才说是淮阳王府之物。哎，贵人们请看。莫非这才是真的夜明珠钗？那女使是如何说的？小的再三询问之下，他也只是说是他主人的所有物，着急典当。旁的小的就没敢多问。主人所有之物，那岂不是县主吗？把怀桑县主叫来。东西就在屋里，你们在这儿等我一下。秉兰就是想不通，她将来当上了王妃，珠钗总归是她的，何必要典当了去？我听说她在北州还有生意呢。这便是了，再赏赐也终归是王府的东西，哪有真金白银贴给家里来的实在？这就是小门小户的德行，想入王府，还是要看门当户对。好了，都别说了。绵堂去换了身衣裳，让诸位久等了。我看县主头上这颗，好像更亮。是啊，怎么会有2枚珠钗呢？这个假把式，竟会落到太妃手里啊！假把式？假的？你如何觉得是假的？因为是我做的，用玉石粉和萤石粉称量混合，熔炼成浆，涂抹在瓷坯毛珠上。只要白日里晒足了日光，便会亮好几个大夜。灵泉镇瓷窑师傅那儿有具体的方子，给1匹绢就能做。假的一摔就会碎，不信的话，可以试试。瓷的，把人带上来。王嬷嬷，这位王嬷嬷多次窥探我庄帘所在，我便有了提防。
提早做好了赝品，以防生变。果然，他趁我装睡时取走了珠钗。我派王爷的影卫暗中盯着他。说来也奇怪，这位宫里出来的教习嬷嬷，除了王府和自家宅子，还去过其他许多地方。小心！比如连府。你不要血口喷人！我只不过让他来过一次，教下面的庶女规矩。一次？一两次罢了。怎么了？这王府能请得，连府请不得吗？连夫人，您别激动啊，我又没说什么。姨母，方才您不是也觉得这枚假珠钗是真的吗？我家太妃视珠钗如珍宝，常年束于高阁，鲜少拿出来，一时难以分辨，无可厚非。是啊，我总共也没戴过几回，一直放在妆帘里，舍不得拿出来。主人家认不得，有一个人定是认得。顾老板，你开当铺数十载，怎么连瓷窑师傅的手艺都见不出来啊？我这一时疏忽，也是有的。一时疏忽，本来嬷嬷偷东西也就罢了，偏偏是在今夜，全真州的王公贵女都在，便有人跑出来说王府出了内贼，想要污了我县主的名声，这算不算是有意构陷？范统领，属下在，帮我细审这姓顾的。好嘞。冤枉！小的冤枉！小的冤枉！是老奴干的。那日是老奴拿着珠钗，典当给了他。就是他，我记起来了，昨日就是他，千真万确。王嬷嬷，你也是教过我规矩的人，这些年来，金银细软从未少过你的，你为什么还要偷东西？太妃，自古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看见了吧？啊，这下左右口供都对上了，水落石出啦。抱歉，诸位，今日是太夫人寿诞，实在不该动什么官司。连夫人，你又怎么了？这个内贼和这个目不识珠的老板，都交给连大人处理，可好？好，再好不过了。县主，你受委屈了。你可知错？县主，这是何意啊？今日珠钗有疑，你第一个发现，不去盘问经手的下人，反而将矛头指向了我，一口咬定此事当中必有蹊跷。你这是要让这么多贵人看王府的笑话呀？不是，我只是一时着急。太妃这么多年都谨言慎行，凡事都以王府的颜面为重，连我这个初来王府的都记在心里。你自小在王府长大，怎么就记不住？碧兰知错了，碧兰只是着急找珍珠钗，一时糊涂，不会说话。不会说话，便不要再说了。王府不缺你这点主意。哎，连夫人，我还有些提己话要和连夫人说，烦劳您稍后。有话赶紧讲。哎，嬷嬷，既然老身认了罪，便不会再供出第二个名字。多谢嬷嬷，我定让寒山从轻发落。20年前你来问我崔君该不该嫁的时候，倘若我没有挑剔他风流成性，那么草率地给你建议，恐怕你也不会跟你姐姐换了婚书。如今的生活呢，
也应该是富贵荣华，不似这般经营的这么辛苦吧？你帮我，是因为心中有愧。当年欠下的，老身已经还清了。唉，告辞。哎呀，这王府本来就属于我的，即便不属于我，也属于秉兰的。我不认命。夫人，太妃为了王爷的军情，已经病了好几日了。夫人您倒是镇定。王爷善用骑兵，总能绝处逢生，不用我替他操心。老奴是说，您不常在病榻前侍奉，只怕今后会落人口实。太妃这一病，床头被挤得密不透风，尤其是那莲夫人。比我这个当儿媳的还会晨昏定省，生怕我趁病尽孝，抢去了他们的好名声。那我就索性还太妃一个清净吧。哎呀，练了这么久的字了，总算有点行舟的风骨了。县主，太妃请您过去一趟。莲夫人，这孩子们的婚事啊，也是我心中的头等大事。且都回去吧，必然让你们都称心如意。多谢太妃。德才是今年不变。
叫人敬重的。太妃说的是，因此一直我也没有在追求什么权利，我的心胸也没有太妃那么宽阔，我只盼着一生一世一双人。今日我找你来，就是想跟你说几句提己的话。你也知道，邢州和秉兰原本是有婚约的，只是2个孩子起了误会，才不得不解了。您也太疼邢州了，他又不是小孩子了，做决定之前是会深思熟虑的。话虽如此，可秉兰这孩子也是让邢州耽误的不轻啊。那日你当众教了他规矩，他不吃不喝好几日，到如今都没有出门，一直在哭。再这么下去，这好好的人都要给毁了。如今真州城里啊，那是风言风语，说邢州为了你，那是见色忘义，把秉兰给抛弃了。这对他的名声可实在是不利呀。我也是辗转反侧了许久，才想到让你与秉兰为平妻，一起入王府。所谓平妻，是那些出门在外、四海为家的商贾们才行的事。反正一妻在南，一妻在北，倒也相安无事。可若2个平妻同在王府里，只怕再贤德的也会变得不那么贤德了。你若不答应的话，便会落个擅妒的罪名。擅妒的罪名，我不在乎。可这会坏了王府的名声。太妃的这番话，真是将绵堂多日以来的真心都糟践了个粉碎啊！我也是真心疼你的，那钗子都给你了。我也这么觉得。绵堂从小失去了母亲，在王府里的这些时日，一直都真心把您当母亲的，想着您也是刀子嘴豆腐心，总有一日会被我给焐热的。直到那日太夫人寿宴，我才发觉您还是看不上我。太妃今日触碰的是绵堂的底线，绵堂这就告辞离府，还请太妃好生歇息。臣告辞。微臣参见陛下。石尚书，击路2路的援军再不至，真州军就要全军覆没了。陛下，兵部已发3道金牌，催他们出兵，奈何这2将有报，河北大营兵已至此，但粮草尚未整齐。为何？这2将本以为附近的州县屯粮可充军用，奈何大军行至河北大营时才发现全是虚数，此乃忤逆一朝留下的遗政。他们已经派人回到各自的州郡调粮了。何时才能发兵？粮到即可，最快也要4日。不能再拖了。陛下，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。鲁逆盘踞着同、豫、后3关，易守难攻。不过粮草不够，万不可行啊！令
臣这几日也没有耽搁，战备、军饷也要筹措。臣已令各部诸司之间调配。陛下，钱粮都不够，三军恐生哗变呐。姑知道了。万望真州军再挺上10余日，南北夹击，鲁逆必破。太妃，县主已经从后门走了。他真的走了？县主还有东西要交给太妃。快去，把他追回来。是。知道你孝顺，如今你是皇后，这些劳烦的事儿，今后让下人去做吧。父亲可知这陆明炳的来历？嗨，你叫我来你宫里，就为了闲扯这些？我又不是宫里养的后妃，我懂什么？那个陆明炳啊！父亲平日里最疼爱四姐，竟然看不出这些是四姐手作。嗯，呵呵，你们姐妹情深，很好。你四姐的手艺不错嘛，可为何宫里精致点心别无二致了？并不，至少这一块有区别。嗯，女儿在其中加了千机剧毒。千机剧毒？你这是何意呀？我与陛下一心一意，想请父亲出兵增援淮阳王。是他让你这么做的？这是小妻自己的意思。从石家到宫闱，小妻从来都没得选。但今日看来，是父亲没得选了。你父亲可知，如若今日我死了，后果如何？哼，后果？我石家能够立于朝廷，那是因为我。昔日是，但今日不是了。父亲常说血迹在家中不重要，即便血迹没了后位，家中还有其他实姓女儿。但如若今日血迹吃了嫡姐送的糕点而亡，血迹倒想看看石家的女儿还如何入宫，更想看看父亲如何向天下人交代。当然，父亲大可以抢走小妻手中的糕点，只要父亲想要，女儿给便是了。哼。